意外发现老公给我投了一份巨额保险单。正当我以为只是个误会时，他却提议去偏僻的温泉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小三又被我带回家吃饭，厨房里我丈夫还小声跟我埋怨，怪我对外人太好。本来他还想过二人世界的，如果他的眼角余光不是停留下餐桌旁小三的胸部，我就真的信了。我装作温顺耐心的样子，假惺惺安抚好丈夫。最后一个菜也好了，丈夫一如既往的温柔，怕我烫着，把酸菜鱼端出去。刘倩连忙起身帮忙接盘子。曼姐，姐夫可太贴心了，我每回来都能看到姐夫帮你分担家务。话说得漂亮，他丰满的某处却不经意蹭了下张扬的胳膊。张扬一手飞快地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真是渣男贱女，要不是我一直盯着，还真要错过他们这些小动作了。我心头窒息，面上却笑意满满，把碗筷拿出来放好。你这丫头还打趣我，话说倩倩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打算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？刘倩的动作僵了下，不自觉看了眼张扬，又迅速收回视线。曼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就一个人，工作又忙，没人帮我张罗这些，就只能等缘分了。看他神情落寞，我倒是有一丝同情。刘倩是个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偏她性子要强，硬是边打工边读书，念完了大学，现在来公司实习，工资不高事又多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吃泡面。正因此我对她多有照顾，把她当成自家妹子，经常带她吃饭逛街买衣服。可这些同情在她爬上张扬床的时候就全都化成了恨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？倩倩，你说个大概要求，我帮你介绍几个。我给他夹了一筷子菜，又道：你觉得你姐夫这类型的咋样？刘倩有一瞬间的心虚，对上我满是关心的眼神，又觉得多虑了。曼姐，姐夫这样的是不错，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张扬也不自在，转移话题道：先吃饭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我故作无奈瞪了他一眼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不是朋友多吗？都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帮着倩倩留意留意，不过要年轻些的，20来岁的才和倩倩相配。张扬握筷子的手紧了紧，他已经30出头了，而刘倩还是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，两人天然的代沟明摆着的，被我这么点出来，估计他心下气恼，又嘲笑我蠢，还帮人介绍对象，不知道人小姑娘的目标是我的男人。张扬敷衍地应了下来，我眼角余光看到他的腿不经意动了动，我故意碰掉筷子，弯下腰去捡，就见到红色高跟鞋从张扬的大腿上迅速收回。不愧是奸夫淫妇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我压下心头的恶心，把筷子捡起来，就见刘倩赶紧起身，她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到，以防万一，还是解释道：哎呀，姐夫，我是不是踹到你了？实在不好意思。张扬故作不悦，皱眉道：你小心些，装得真好，在一起10年，我居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演技。刘倩脸上带了3分尴尬，小心翼翼低下头。我一如往常打圆场：瞧你小心眼，人家倩倩又不是故意的，倩倩这是因为腿长，大长腿更容易招男人喜欢呐。刘倩感激地看着我，我却在她眼底发现了轻视和得意。年轻的姑娘总以为靠着身体资本能换来什么。饭吃到一半，我装作刚想起什么的样子：倩倩，你实习期快满了吧？考评怎么样啊？刘倩叹了口气，有些委屈道：
我私下去人事部打探过，成绩平平，在这批实习生里排名不上不下。我心下冷笑，刘倩自从进了公司都没怎么好好工作过，但是拍马屁这套功夫却炉火纯青，经常给几个经理端茶倒水。也是我傻，还偷摸帮他完成几项工作，不然怕是连现在的考评都达不到。你们公司不是老员工有举荐权吗？张扬不经意间插了句嘴，这是想提点我再帮一把呢。我这几年业绩一直是组里最好的，要是我开口，人事部还真能给些面子。哎，举荐哪儿那么容易，总得有个理由吧。我为难地叹口气。刘倩面色难看，我这话摆明了说她没有业绩，拿不出手。要不我先给倩倩介绍个客户。我真诚道。刘倩眼中一闪而过的亮光，但又压下来，为难道：“那怎么行？客户都是曼姐你的资源。”我却注意到一直在表演对刘倩不满的张扬，此刻沉默着没说话。我心底一片冰寒，出口却是劝人的话：“别跟姐客气，你也不容易。”一顿饭吃完，刘倩就走了。简单收拾后，张扬说要看足球赛，让我先睡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久，直到客厅没了动静，张扬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他的手机掉落在地上。我轻轻用他的手指解锁。结婚快10年，我从不查他手机，所以他也从不删除聊天记录之类，最多设个密保。我看到最新一条消息：刘倩，姐夫，快递收到了。怎么会是内裤啊？你真讨厌。张扬，你不喜欢吗？豹纹的，下次有机会穿给我看。夜深人静，我感觉血压不断上升。我从没想过，一个严肃绅士般的丈夫，背地里和情人聊这种内容。我觉得自己很可笑，这10年的感情更可笑。我和张扬是在大学认识的，当时我是校花，追求者数不胜数。张扬在那些人里算不上出众，但他执着，他的追求不温不火，却又从不间断，每次都只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出现。比如姨妈弄脏了衣服，食堂没带饭卡，出校园遇到小流氓，一次又一次，我被打动了。从校园到婚姻，我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，一直到上个月公司聚会，我喝得醉醺醺，张扬去接我，把我送到车上。我想起外套没拿，他回去帮我拿外套。我在车里等了很久，有些想上厕所，跌跌撞撞下了车，又进了酒吧，却在女厕门口听到张扬类似野兽般的喘息和低吼。刘倩的声音又娇又媚：“姐夫，你怎么这么猴急？别撕人家衣服吗？”我站在卫生间门口，整个人如同被兜头浇了一桶冰块，酒意醒了大半。我一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，我想冲进去打断这个噩梦。卫生间里，两人还在干柴烈火般的战斗。刘倩终究按捺不住：“姐夫，你什么时候给人家一个名分呢？离婚只能拿到1半的财产，我是过错方，被发现还得更少。”张扬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夹杂着喘息和迫不及待。刘倩是经历过现实苦难的人，自然不会跟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，只是娇媚道：“姐夫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”张扬像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做着野兽般的事，声音低沉道：“我有个朋友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，入一份人身意外险，他出了事，我们可以拿到钱。”莫名的寒意将我笼罩。10年同床共枕的是人还是禽兽？出轨先前还想利用我骗保。想到这里，愤怒取代了心寒。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被我当成亲妹妹，他们联手把我当傻逼一样耍得团团转。我气得几乎浑身颤抖，
浑浑噩噩出了酒吧，看着人来人往，一袭凉风拂过，足够让我清醒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要让这对猪狗不如的东西付出代价，要让他们自食其果。但那两个贱人演技无可挑剔，做事也还算谨慎。我不能冲动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20分钟后，张扬才回来。他一上车就贴心问我怎么不开空调，问我会不会热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胃里翻滚，抑制不住的恶心涌向心头。我吐了，我在车里吐了不少。张扬没有丝毫怪我，还关心我要不要买点药。他不知道，看到他这样，我只是更恶心。可惜已经吐无可吐。之后的日子，我一直暗中观察。张扬一边私会小三，一边又对我细心周到，或许真的有时间管理大师吧。我一直装着不知情，陪着他们演戏，暗中却开始我的报复计划。公司里最近工作量大，大家都兢兢业业，刘倩却仍上班摸鱼玩手机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经理骂了。我心下好笑。刘倩平常没少给经理买奶茶、代购些包包之类，可似乎没人领情啊。也是，职场生涯靠的还是业务能力。张宜修看了眼不远处挨训的人，幸灾乐祸的捂嘴笑：“哟，曼姐，你带的新人怎么还没点长进？我手下的实习生已经谈下一个小单子。”张宜修是我在公司的竞争对手，我和他都是下一任经理的备选人之一。不着急，倩倩要学的还不少，说不定能一下签个大客户。我一有所指导，张宜修却是笑得肚子疼。公司的人没谁是瞎子，那个刘倩不安分得很，净玩些小手段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曼姐，你可别强撑着面子了，要我说，你就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还是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吧。这话听着倒是好心，我是职场老油条了，自然听出来这是暗指我没有带新人的能力不足，可配不上经理的位置。我没搭理他，心下却盘算，经理的位置我努力了很多年了，怎么能毁在一个勾引有妇之夫的贱人身上呢？倒不如物尽其用一下。刘倩垂头丧气地回来，坐在我旁边的工位上，眼眶还有些红。曼姐，经理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在心下冷笑，职场生存是用喜不喜欢来体现的吗？面上我叹口气，也是你一直没业绩，今天下班我带你去见客户，历练历练。话没说透，但刘倩显然明白，我这是想介绍客户给他。他一个劲给道谢，我想他心里正骂我傻子呢吧。下了班，我直接带着刘倩去了饭店。黄总长得微胖，个子不高，脖子上的大金链子格外明显，看上去像个暴发户，但实际还是真有钱那类人，只是为人难缠了些，是我磨了很久都没搞定的客户。因为他好色。黄总吸了口烟，墨镜挡了他一半的视线。曼曼，你身后这是？我笑得落落大方，和他握手，然后推了身后的刘倩一把。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刘倩，这2天跟在我旁边打下手。黄总，这丫头年轻，要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，您可得多担待。黄总色眯眯地打量了刘倩好一会儿，20几岁刚毕业不久，身材凹凸有致，显然很有吸引力。他笑了笑：“曼曼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刘小姐，来坐。”刘倩表现得很主动，坐在了黄总旁边，一杯一杯给黄总倒酒，加上俏皮话不断，两人聊得热火朝天。我只是偶尔插嘴。饭局结束，黄总还想转场玩，说要去 KTV。黄总，这不行，回头嫂子要不乐意了。我这是特意点出，
这位黄总早就结婚了。刘倩扶着已经有点醉意的黄总，半点反应也没有。曼曼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要不我就只带倩倩去唱歌了。黄总走路都有点摇晃，有些不满道。我一脸的为难，黄总，我们倩倩还小呢，家里管得严，可不敢回去太晚。说话间，我看到黄总的手已经放到刘倩的屁股上，而刘倩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人推开。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，正是张扬。看到张扬从车上下来，刘倩赶紧离黄总远了些，表情很不自然。我眼下眼底的讽刺，笑道：老公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位是黄总，有些醉了，我和倩倩正为难啊。张扬自然是我叫来的，我是想利用刘倩一波，但具体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他自己。很快，张扬喊了出租车，让司机送黄总回去。我上了自家车，还特意说要送刘倩回去，让她赶紧上来。我特意陪着刘倩坐在后排，叹了口气道：倩倩，这个黄总有些难缠，他的单子怕是不好签。刘倩心虚地看了眼张扬，然后才开口：曼姐，我在公司处处被经理为难，要是再没有业绩，只怕实习期真的过不了了。我装作一副犯愁的样，只能特意把黄总的情况再说得具体些。在听到黄总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后，刘倩明显攥紧了手机。曼姐，你真是我亲姐，还专门把客户让给我。刘倩抱着我，一脸感动，我则安抚地拍了拍她后背：姐能帮你的也不多，要是黄总这边不好谈，不要勉强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张扬皱眉，一副不瞒我烂好心的语气：曼曼，你在升职的关键，不正是缺客户的时候吗？这副护短好老公的面孔，真是毫无破绽。我心下自嘲地笑，恐怕他学过表演戏。我故作无所谓道：哎，倩倩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。倩倩又不是会忘恩负义的人。刘倩脸色有些难看，怀疑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，抢笑道：曼姐，我肯定会记得你的好的。车子一直到了刘倩租的公寓楼下才停。刘倩和我们告别下车，张扬对来公寓的路很熟悉，没少背着我来这里吧。我突然想到，最近张扬借口应酬，上交工资都少了一半，该不会这公寓还是张扬出的钱，用的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？这对贱人可真会玩。想到他们不仅在外租了公寓了，还可能会带小三回家，在我买的沙发、床甚至地板约会，我忍不住又有些反胃。张扬问我怎么了，我只说是有点晕车，让他开慢点。车很快重新发动，回了家，我就看到茶几上摆着的2份文件，全安保险公司几个大字映入眼帘。张扬就这么心急吗？10年的感情比不上露水情缘就算了，还想反过来要我的命。张扬换好了鞋，给我倒了杯水。曼曼，我朋友推荐了一个他们公司不错的综合险套餐，我想帮他冲个业绩。另外，我们这个年纪入保险也可以有备无患嘛。他们这个综合险包括了大病险、医疗险、意外险等等。我拿起合同看了看，特别关注了下，人身意外险保单是500万。500万，行，我觉得入保险能多一层保障。老公，我们都入一份吧。张扬倒是对自己入保险没什么意见，或许他从没想过我这个善良贤惠的老婆能利用保险做什么吧。我们签了合同，受益人自然签的是彼此。张扬说明天要送到保险公司，再和他朋友谈谈，让我不用操心这些，多休息，工作就够累了。
我心绪复杂，真不理解这男人怎么做到当面这么温柔，背地里却心狠手辣的。老公，你真好，有你在我真的轻松了不少。张扬将我抱回了卧室，我心里是拒绝的，主要是恶心，但我不能被发现端倪。还好，下一秒他的手机响了，张扬接完电话，有些愧疚道：曼曼，公司突然让加班，我当然是体贴的让他去了，还嘱咐他注意安全。他走后，我掏出手机，自从发现张扬出轨后，我就用了些小手段，比如家里的监控，再比如手机定位绑定，定位停在了刘倩的公寓。我心想，这是去庆祝他们第一步计划成功吗？今晚还要天雷勾地火。我给刘倩打电话，说她姐夫去加班，我一人睡不着。刘倩的声音很娇软，带着奇怪的喘息，想来两个人正在关键时刻。我用过来人的口吻疑惑道：倩倩，你干什么呢？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刘倩深呼吸了下，然后才回我：曼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在跑步机上锻炼呢。我应了几声，又特意摆出姐姐的身份叮嘱：倩倩，女孩子多锻炼是好事，可别随便带不三不四的男人回家，还是要洁身自好。哎呀，姐，瞧你说的，我是那样人吗？刘倩用撒娇的口吻道。我说一个人害怕睡不着，想和刘倩视频聊会儿，然后话筒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可能是在穿衣服。刘倩还推诿了一句，说洗完脸就视频。开了视频，我看着刘倩白里透红的脸，故作羡慕：倩倩，你们年轻小姑娘就是不一样，这气色可真好。刘倩有些心虚地压了压背角，里面藏着的自然是我丈夫。曼姐，你也不老啊，我这是刚运动完才好些。刘倩磕磕巴巴道：是的，床上运动，和我老公。我攥紧拳，可脸上依然带笑。咦，倩倩，你后面衣柜上那是条领带吗？看着和你姐夫今天带出去的那条有点像啊。那条蓝色领带是今年结婚纪念日我送给张扬的。刘倩明显慌乱了不少，顺手把领带扔出镜头。姐，什么呀？那是我贪便宜买的一条腰带，到货后才发现色差严重，可丑了。我一副没多想的模样，岔开话题，又聊了会儿就挂了电话。刘倩见我没起疑心，估计是松了口气，又觉得我是个好骗的傻子。10分钟后，我又给张扬打电话，电话刚通，我听到刘倩的喘息声。很好，再次被打断好事，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阴影。我恶趣味想着，我问张扬几点回家，张扬明显很不耐，但还是安抚着我，毕竟他们还有下一步计划要进行。打完这2个电话，我神清气爽地睡觉了。至于那2位还睡不睡得着，就不是我操心的事了。现在报复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中午，我趁着午休出了公司，去了全安保险公司，查了下，得知张扬已经把合同签好了。好在还没入档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没联系张扬那个业务员朋友，直接找了保险公司的经理。经理查验了我身份信息，就放心地把合同给了我。我把自己那份合同受益人变更了，改成了我父母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处处警惕，保险合同已经生效。我想张扬或许要动手了，还没等来他的动作，公司却先热闹起来。经理难得喜形于色，刘倩实习表现优异，签下了盛明地产的单子。现在我宣布，刘倩直接转正，盛明地产是黄总的公司。那一刻，我知道刘倩下水了，比我想的快多了。刘倩在公司得意起来，穿着名牌，戴着钻石项链上班，
高调的几乎想宣告天下他傍大款了。他公然迟到早退，经理却再也没教训过他，因为黄总那边漏了话，指名道姓两家的合作只能刘倩负责。刘倩也从不是好脾气的人，似乎要把实习期受到嘲讽都还回去。他故意弄坏了张宜修的 U 盘，气得张宜修骂人。刘倩掏了掏耳朵，趾高气昂道：“张姐，你儿子都上小学了，年纪这么大了，怎么脾气还这么差？该不会是更年期吧？”张宜修受不住，气得动手扇了他一巴掌。我心下竟莫名有些爽。刘倩不敢置信，摸着脸：“姓张的，你个老女人，你敢打我，不就是嫉妒我年轻漂亮吗？”说完，他当即就和张宜修扭打在一起。在百强企业，员工互殴，影响很恶劣。经理忍无可忍，把两人叫到办公室，训斥了一顿。这是以后两人没再公然冲突，但总是明争暗斗，阴阳怪气。不少同事明示暗示我出手，毕竟我是带过刘倩的。我表示很为难，毕竟人家刘倩转正了，大家都是正式员工，谁也不压着谁，我哪还有资格开口？同事们都理解，私下议论刘倩是够白眼狼的。那天经理找了我，直言他下个月就要调离这个职位，经过考评，准备给我升职，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交接了。一石二鸟，刘倩攀上了黄总，我打败竞争对手成了经理。刘倩后知后觉帮了我一个大忙，她假惺惺恭喜我，背地里气得不行。我最近交接工作，天天加班，基本睡在公司。今晚有些胃疼，我打算吃点东西再回来。刚下楼，意外看了张扬的车，两个熟悉的身影在昏暗的楼道灯下，竟然意外刺眼。我刚好站在昏暗处，没人注意到我却将灯光下两人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。刘倩依偎在张扬怀里：“姐夫，我不想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。黄总其实是上门女婿，外面碗得花，可实际一切全仰仗老婆。看来刘倩还是有点聪明的，知道黄总不可能娶她，所以还得勾着张扬。”我悄悄拿出手机，保留他们的证据。别着急，这周末你们公司不是有团建吗？张扬抱着他问了句：“是啊，去古里溪玩水，能带家属。”姐夫，你要那时候动手啊，人太多了吧？刘倩皱眉，这种事一失手，肯定打草惊蛇。张扬很有把握，似乎早就算计好了。放心，找机会给他水里稍微下点药，游泳时腿抽筋，不小心溺水很正常。我脸色苍白，好狠！我溺水而亡，他们拿到500万，说不定还要在我的葬礼上笑我傻逼，一辈子给人当垫脚石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底的寒意被愤怒取代，是时候主动出击一次了。收起手机，我加重脚步，故意惊扰他们：“老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“倩倩，你这是……”狗男女僵硬了下，赶紧分开。刘倩白着脸，慌乱解释：“曼姐，我脚崴了，差点摔倒，姐夫扶了我一下，你千万别误会。”张扬同样心虚，主要是怕我听到什么。“曼曼，我来接你的。”刚好碰到刘倩。“曼曼，你才下班了？这是想问我什么时候下来的？”我装着没听懂。“老公，还没完事呢，我饿了，先吃点东西，还得继续加班。”张扬看我只顾着埋怨工作多，半点没提别的，放心了不少。“曼曼，你别那么拼，我会心疼的。”我敷衍了几句，转向刘倩：“倩倩，你不是早下班了吗？怎么这会儿还在公司门口？”“曼姐，我上厕所耽误了会儿，一出来就遇到姐夫了，您别多想啊。”刘倩有些紧张，捏紧了包，
我拍了拍他的手，安慰道：“想什么呢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再说，你姐夫都快要奔4了，你还年轻漂亮，得多想不开才当小三呢。”一句话，两个人都变了神色，偏还不能说什么。刘倩干巴巴应和了几句，可能是因为被我抓包一次，也可能是张扬为了骗保的事做准备。之后两人就没再见面过。张扬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我也在暗中动作。我找了律师咨询离婚的事。这段时间我已经搜集很多证据，有他们苟合的视频，有张扬花钱给小三买各种东西的收据，还有骗保的证据。律师告诉我，这些足够让张扬离婚后净身出户。至于骗保，还能让他有几年牢狱之灾。我知道收网的时候快到了。周末那天，我带着张扬一起坐公司大巴去的景区，同事里不少都带老公孩子的，但张扬是准备最充分的。他背了一个大包，里面是我喜欢的零食、水果、饮料、遮阳帽等等。同事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老公，他们不知道背包里还有给我准备的特效药。下了车，就看到老板带着几个人已经先到了。那几位都是公司的大客户，包括黄总。我眼角余光看到刘倩有一瞬间的惊慌，但她很快又恢复正常，估计是觉得大庭广众下，黄总也不想暴露他们的关系。邀请客户参与团建，是我给领导提的建议，理由是让客户深入了解我们公司。一行人到了溪边，有人准备烧烤，还有迫不及待下水玩的。黄总特意喊了刘倩过去：“周总，你手下人才辈出，刘小姐的能力就很出众。”水里，刘倩穿着3点式泳衣，和几个客户待在一起，互相泼水玩。没人是傻子，都看出了不对劲，包括张扬。他握紧拳头，恨不得冲上去，可是没有立场。我看得好笑，这男人要是知道自己早被绿了，会是什么心情？老公，你看什么呢？倩倩身材好，性格又开朗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张扬回神，曼曼，你可不是前浪，我老婆是最美的。他又敷衍了我几句，然后就借口上厕所离开。很快，我看见刘倩接了个电话，也出去了。我倒是很好奇刘倩会怎么解释，但我没跟上去。我翻开张扬那个沉重的背包，把最下面的药粉换成了速溶糖粉。等他俩一前一后回来，我已经在吃烧烤了。我眯眼看到了张扬衬衫下有淡淡的红印，像是口红印，但他很快拉了下领口遮住了。渣男，有刘倩这样水性杨花的人给个教训，应该能让他终生难忘了。张扬拥着我小声道：“曼曼，我刚才听说这里山腰有个温泉，我们去玩一会儿怎么样？”曼姐夫妻感情真好，当着我们的面就说私房话呀，哈哈哈。曼姐老公一向体贴，羡慕了。几个同事直接打趣起来，我装着脸红，就顺势跟着张扬往山上走。山腰处确实有几处温泉，都是露天的，但泉口分开了，私密性很强，是小情侣约会的首选。张扬要了瓶红酒，说今天要浪漫点。我先进了温泉，水很深，全身没入，只能勉强露个头而已，确实适合做溺水身亡的地点。曼曼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越来越美了，我们喝个交杯酒吧。张扬端了2个酒杯过来，我接过高脚杯，在手里摇了摇。是啊，老公，结婚快10年了，你有没有瞒过我什么事？张扬眼神飘忽了下，然后才开口，说什么呢？我能瞒你什么？我没再多说，顺着他的意思喝了这交杯酒。张扬似乎如释重负，他借口落了东西在外面就出去了。我知道
他这是想等我药效发作，给自己一个不在场证明。嘴里的红酒很甜，甜得发苦。我泡了一会儿，听到外面很多脚步声，这才出来换好了衣服。隔壁的温泉口正在演一出好戏呢。黄总的老婆带了几个打手，直接围住了那里。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去看热闹的。我远远看了眼，特意为小情侣设计的独立温泉池里，赤裸相对的两个人，正是刘倩和黄总。两人的激情大战，被老婆下场捉奸在床了。这是我特意托关系送给刘倩最后的大礼。啪！膀大腰圆的中年女人狠狠扇了刘倩一巴掌。不要脸的小贱人，骚得不行了，勾引有妇之夫。刘倩半边脸都红了，她绝望地往黄总身后躲，因为她还裸着。可这里这么多人，黄总却根本不管她。他想从温泉池出来，却被中年女人踹了回去。黄总肥胖的身体佝偻着，求饶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勾引我，是这个骚货先勾引我的。”刘倩半蹲身子，想遮住什么，但此时各种鄙夷下流的目光扫向他，他只觉得难堪。真是一场精彩的戏。张扬这时候回来了，原本是想回来看看不小心溺水身亡的老婆，却一眼看到了光溜溜被人围观的狗男女。这场景他怎能看不出怎么回事？张扬根本没注意到我，直接冲了过去。他面目狰狞，目眦欲裂：“刘倩，你敢绿老子？你这个贱人！”他跳下温泉，拉着刘倩质问，像发疯的狗一样。周围的人都懵了，有同事看到我，眼底全是疑惑。我没理会，我走了。刚到山脚，就看到警车来了。黄总的老婆手段着实比我狠多了，直接报给官方，说黄总嫖娼。嫖娼，这是把小姐的名头摁死在刘倩身上了。我前所未有的畅快，终于把这对狗男女施加给我的痛苦还了回去。黄总老婆是我匿名发了短信找来的，山上有私人温泉的事，黄总自然也能知道。之后的事甚至都不用我做什么，一切顺理成章。张扬在发泄后恢复了理智，一直联系我，而我是跟我的律师一起在民政局见了他。老婆，那晚真的是误会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和刘倩没什么的。到了现在，他还在试图骗我。我拿出了证据，上面是他跟刘倩的各种暧昧聊天，还有视频。他哑口无言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张扬看了看我，似乎认命了。第一次真的是意外，那天下雨，你留他过夜，我半夜走错房间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终究还是我引狼入室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终于问出了心底最大的疑惑：为什么？如果你直接说不爱了，我可以放手的。张扬这次沉默许久，不敢看我，萎靡不振。曼曼，你太完美了，从大学时候起，你就一直是高高在上的女神，从没变过。我总觉得你似乎不怎么需要我。刘倩不一样，她是个小女人，处处依赖我，崇拜我。和她在一起那段日子，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男人。我愣了下，说实话，我很意外这个答案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们相处一直有商有量，我从没强势干涉过她的事。难道女人学会独立自主也是错吗？因为她是过错方，把柄都在我手里，她只能签了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出了民政局。张扬最后还在挽留。曼曼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是鬼迷心窍。我们10年的感情，你真的忍心吗？我不紧不慢走向他，在他重新燃起希望的时候，狠狠扇了一巴掌。10年的感情，张扬，在你准备暗算我溺水，准备骗保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10年的感情吗？最后我补了句：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这下
张扬愣在原地，这是第一次，他的表情带了惊恐。警车声响起，警察已经到了。下药和骗保的证据我早就上交了。张扬被铐上的时候还在拼命挣扎，他不甘心，他看我的眼神充满忌惮、畏惧、憎恨。之后我听说张扬想请律师辩护，想让公司出面申请保外候审，可他没机会了。我早就把那些激情小视频给他公司领导邮件过去了。公司开除了他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得知事情，对他更是避而远之。我出于情分去探监了，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后悔当初做过的错事。一见面，他隔着玻璃，整个人憔悴了不少。只是张扬青筋暴起，显然恨不得生吞活吃了我。那一刻，我得到答案了。禽兽怎么会有忏悔之心呢？我大步流星走出监狱，看着洒下的阳光，心中一片茫然。10年的婚姻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